这名警察正在一个明亮的星期二早晨履行职责时，他注意到人们指着他，有些人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他通常不会得到这种反应，于是他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就在那时，他转过身来，看到的让他的心跳加速。洛杉矶的街道唤起了传统好莱坞魅力的形象，摇曳的棕榈树和充足的阳光。这个城市也已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而闻名。你经常可以在街上看到很多人和一些动物，大多数这些动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宠物，但不幸的是，一些澳大利亚动物中的走失宠物通常在几天内就能与主人团聚。然而，一些无家可归的动物最终会进入动物收容所，在那里，它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等待有人领养它们。大多数动物并没有足够幸运地选择它们的主人，但这个故事中的这只狗却是一只非常幸运的狗。这只勇敢的小狗走到一名警察面前，请求被领养，但它的愿望会被实现吗？在一个热闹的星期二早晨，一名名叫莫卡多的警官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，比平常早了一些，并开始准备外出巡逻。那天是他的生日，所以他心情非常高兴。他带着灿烂的微笑去工作，当同事们给他送上的礼物时，他兴奋地发狂。在离开家之前，莫卡多的家人也给他一个惊喜。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唤醒他的时候，唱了一首生日歌，并朗诵了为他写的温馨手写信。现在他来到了工作岗位，同事们也给他带来了惊喜。如果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早晨，我不知道还能期待什么，对吧？莫卡多还认为惊喜已经结束，他完全不知道他的一天即将变得丰富多彩。当终于到了外出巡逻的时候，莫卡多被他的同事塔维拉陪同，两人坐进巡逻车，驶出了洛杉矶警察局的大楼，来到了街上。早晨相当轻松，因为没有犯罪活动的迹象，他们也没有接到任何求助电话。但很快，这些警察就会变得相当忙碌。当他们到达霍巴特大道街时，他们下车开始巡逻这个宁静的社区。在最初的几分钟里，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。行人走过警察时，只有少数人注意向他们打招呼。但突然之间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人们开始盯着莫卡多看，有些人甚至停下手头的事情，开始向他的方向看去。警察们也注意到人们对他微笑，有些人指着他，他不禁想知道是什么让大家这么好笑。就在这时，莫卡多转过身来，这时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盯着他看了。离他只有几英尺的地方，有一只小狗，看起来好像是迷路了，但很开心。看到这只动物摇着尾巴跟在他后面，莫卡多露出了灿烂的微笑，旁观者们纷纷欢呼。莫卡多蹲下来，温柔地抚摸着这只动物。他说：“你真是个乖巧的小家伙。”然后他环顾四周，希望在旁观者中有人站出来，认领这只可爱的小狗，但没有人这么做。莫卡多甚至问有没有人知道这只小狗的主人，但没有人知道。然而，一些人声称曾经看到过这只小狗在附近转悠一两次，于是警官意识到这只小狗是流浪的。莫卡多无法相信这样一只可爱的狗竟然在街头生活。随着莫卡多继续工作和巡逻，这只充满活力的小狗不时地跟着他。莫卡多会蹲下来，在小狗身旁抚摸它，毛茸茸的动物会舔它的手指，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景象。莫卡多的搭档也非常喜欢。如果一只像这只小狗一样甜蜜的动物一直跟在你身边，你难道不会感觉超乎寻常吗？当小狗仍然不愿离开时，塔维拉再也无法忍受了。他知道他必须与世界分享这样美好的互动。
于是他拿出手机给莫卡多和小狗拍照，还录制了一段视频。然后他将它们上传到洛杉矶警察局的社交媒体账户上。哇！几分钟之内，评论区疯狂地沸腾起来，每个人都想知道这只可爱的狗会发生什么。塔维拉承诺会随时更新。就在那时，塔维拉建议给狗取个名字。经过一番思考，这对二人把它命名为霍巴特，以他们发现它的那条街为名。警察们开始用这个新名字称呼它，而这只聪明的小狗似乎对他们的呼唤有所回应。随着巡逻班次接近尾声，警察们，尤其是莫卡多，变得沮丧。他们知道几乎到了和小狗告别的时候，但当他们回到巡逻车，准备出发时，他们都知道他们不能把小狗留在后面。而且霍巴特开始在车周围跑来跑去，好像想和莫卡多一起出去。很显然，这只小狗下定决心要跟着莫卡多走到哪里。然而，这位警官是否和这只可怜的动物有相同的感觉，感到对它负责呢？莫卡多帮助他上了车，霍巴特冲到前座。这只狗似乎在车上感到非常舒适，好像他以前在车上待过许多次。当他们到达警察局时，警察们把霍巴特留给了他们的同事，然后他们继续对这只小狗进行一些研究。很快，他们失望地得知这只可爱的生物有主人，但主人已经抛弃了它。不幸的是，在美国，动物无家可归仍然是一个大问题。大约有7000万流浪动物生活在美国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只有很小一部分最终被送到收容所，其他的被留在街头自生自灭。尽管让莫卡多放手，让霍巴特离开让他感到痛苦，但他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，将霍巴特送到一个能够提供充分关怀和爱的动物收容所。莫卡多将霍巴特放回他的警车，然后驾车前往附近的收容所。但这一次霍巴特并不活泼，就好像他能感觉到他的新朋友要离开他一样。当他们到达贫民窟救援基金会时，工作人员迅速对这只狗产生好感，当然，他们被它的甜蜜性格迷住了。在莫卡多离开收容所后，霍巴特一直是他心头的牵挂。即使他们只相识了几个小时，他发现自己一直在为这只狗担心。他是否能在收容所适应良好？他的下一个家庭是否会爱护他并妥善对待他？这些思虑使莫卡多整夜难以入眠。所以，在他把霍巴特送到收容所几天后，莫卡多驾车回到了收容所。当他到达那里时，工作人员立刻知道他是为了霍巴特而来，他们立刻把他带到了狗的笼子前。当已经变得不太活泼的霍巴特看到莫卡多时，突然兴奋地跳了起来。当工作人员打开他的笼子时，他跑向莫卡多，开始舔他的脚，战胜了喜悦的眼泪。这位已经决定收养这只小狗的警察将他抱在怀里说：“是时候回家了。”工作人员非常高兴，霍巴特本人也欢欣鼓舞。在被收养后，霍巴特成为了莫卡多家庭的一员。不仅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喜欢这只毛茸茸的动物，霍巴特的同事们也深爱着它。狗经常成为团队吉祥物或情感支持动物，加入工作人群。所以，团队开玩笑说，霍巴特将成为他们犬类单位的一部分。在一篇他们写的帖子中，他们欢迎霍巴特加入。警方还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消息，告知他们的追随者莫卡多已经收养了这只狗，更新了霍巴特的情况。他现在和莫卡多及其家人一起过上了美好的生活。我很高兴这只小狗找到了它永远的家，这是一个多么美妙和鼓舞人心的故事。狗狗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，
每当同伴需要帮助时，他们总会热心地施以援手。画面中的这只狗狗正眼巴巴地盯着主人，向善良的主人讨要食物，而主人则骂骂咧咧地拒绝了它的请求。原来每天女主人都会给狗狗盛上满满一碗狗粮，但一转眼的功夫，狗狗便会叼起饭碗跑出家门，将自己一天的食物分享给街头的流浪狗。起初主人并没有太过在意，然而没过几天，狗狗索要食物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于是主人便决定跟在它身后，准备前去一探究竟。主人跟着狗狗穿过小巷后，来到了一处墙缝之中。这时他才发现自家狗狗救济的是一只怀孕的流浪狗。这处墙缝也是自家狗狗勘测了附近的地形后，帮助狗妈妈找到的避风港。生活在这里完全不用担心恶劣天气的影响，而且自家狗狗还细心地帮狗妈妈铺上了主人使用过的毛线毯。在狗狗的贴心呵护下，流浪狗顺利地产下了一窝小狗。走出墙缝后，自家的狗狗便开始左蹦右跳起来，催促着主人回家拿狗粮，前来探望虚弱的狗妈妈。而主人也立马猜出了狗狗的心思，他随即返回家里盛满一大碗狗粮，帮助狗妈妈成功度过了哺乳期。正当善良的女士以为一切已经圆满地画上句号之时，自家狗狗再次给她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某天，狗狗回家时，竟然有一只小奶狗跟在她身后。主人定睛一看，才发现这只狗狗正是流浪狗妈妈的宝宝。小狗与自家狗狗混得非常熟络，看来那只流浪狗妈妈并没有离开这片区域。自家狗狗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批小狗狗的代理老师。每当流浪狗妈妈外出觅食时，便会将宝宝们交给自家狗狗照料。看着狗狗为了照顾熊孩子而日渐消瘦的模样，主人心软地伸出了手，抚摸着狗狗的脑袋。他决定好好犒劳这只尽职尽责的爱心狗狗。小动物们之间的互帮互助，总是会带给人们深深的感动。每当同伴需要帮助之时，他们一定会慷慨解囊，帮助对方挺过难关。在某处院落里，一位女士打开相机，记录下了这暖心的一幕。只见画面中的狗狗叼着一个她最爱吃的肉包子，缓缓走到了楼梯旁，然后将肉包子放在了地板上。没过多久，一只饥肠辘辘的猫咪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台阶上。猫咪不停地盯着眼前的肉包看，但却始终不敢靠近，生怕狗狗会威胁到它的生命。而狗狗则不停地摇晃着尾巴，尽可能地表达着自己的友好。见猫咪依旧不敢走下台阶，狗狗便只好转身假装离开。它躲在楼梯的扶手后，默默地观察起猫咪的举动。这时，猫咪似乎已经觉察到了狗狗的善意，它终于放下了心底的防备，缓缓走下台阶，一口叼起包子。紧接着，它又转过身，用眼神向狗狗表达了感谢，之后便踏步走上台阶，快速离开了这个院落。而狗狗则站在楼梯口，
目送着猫咪离开。女主人无意中记录下了狗狗的这一善举。采访时，她告诉大家，本来她以为狗狗是要用包子当作诱饵，来吸引猫咪的注意，从而抓住这只谨慎的猫咪。但事实证明，狗狗并无恶意，它只是想要帮助可怜的猫咪而已。据女主人描述，这只狗狗向来非常护食。当她清楚狗狗的意图之后，瞬间被狗狗的善良所感动。视频上传到网站之后，立即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。大家纷纷赞扬起这只狗狗来。小动物们之间并没有多么复杂的尔虞我诈，它们只是想要拯救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小群体而已。过去我们也曾讲述过一期导盲犬的故事。一只狗狗因病而丧失了视力，主人便收养了一只流浪的博美来照顾那只失明狗狗。在博美的精心照料下，失明的狗狗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神采。它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回忆。而故事中提到的另一只狗狗，在横穿马路时不幸身亡，它的同伴则开始蹲坐在路边，默默地送好友走完生命中的最后一程。动物们之间的友谊总是令人感叹不已。现在流浪狗在大街上随处可见，养狗的人多了，不负责任的人也随之增加。狗狗走丢了或者被抛弃之后，大部分都流落成了流浪狗。虽然有救助站会去帮助这些狗狗，但是力量有限，只能帮助到一部分狗狗。也有好心人会去收养流浪狗，但是总是还有无数只流浪狗无家可归。故事的主人公克里斯就是收养了2只流浪狗，是2只拉布拉多。但是其中一只拉布拉多每次吃饭都会剩半碗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要从故事的一开始讲起了。克里斯收养的第一只拉布拉多名字叫哈姆，他在10年前就收养了它。10年前，克里斯刚结婚不久的他每天都和妻子过得很甜蜜。在他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，妻子提出要不要去收养一只狗狗，这样这个家就会更完整了。克里斯欣然同意了，于是他们夫妻就去附近的流浪狗领养中心。哈姆是克里斯一见就喜欢上的狗狗。哈姆是只可爱的小狗，它全身的毛发都是黄色的，它的眼睛又大又黑，像2颗大葡萄，鼻头总是湿湿的。哈姆看到克里斯也很兴奋，朝克里斯冲了过去，趴在克里斯的身上，用腰部蹭克里斯，毛茸茸的尾巴摇得花里胡哨的。克里斯问了妻子的意见，妻子觉得领养一只拉布拉多也不错。还没有看完其他的流浪狗，2个人就一致决定领养哈姆了。很快就去办了手续。等他们把哈姆接到家里时，床、玩具、狗粮、便盆、诱导剂、牵引绳全部为哈姆准备好了。万事开头难，才1周，哈姆就出事了。养狗人士都知道狗狗的2大死神：细小病毒和犬瘟。给狗狗打疫苗也是主要防止这2种疾病。不幸的是，哈姆检测出细小病毒，又检测出犬瘟。克里斯夫妇得知了这个检查结果之后都很崩溃，医生也很体谅克里斯夫妇。当时哈姆年纪很小，还没有打疫苗，抵抗力又差，又加上他2种病都有，死亡率在90%以上，而且治疗费也很贵，可以考虑放弃治疗了。但是克里斯夫妇打断了医生的话，他们选择收养克里斯不是一时兴起，他们拜托医生尽力治好他。接下来就是安排住院交费，克里斯夫妇开启了他们的砸钱救狗之路。2个月的治疗时间，克里斯给他换了2家医院。这2个月里，克里斯跑了50多次医院，每天上午下午都要去。医院里没有一个医生不认识，前后花了几万块钱。而哈姆自己也打了上百根针。在医院，克里斯还遇到了另外一条和哈姆一样小的拉布拉多，也是犬瘟。狗狗的主人选择不治了，克里斯的主治医生拿了一些文件给狗主人签证，
接着就要给狗狗进行安乐死了。克里斯看着这一切，心里也很难受。他暗暗发誓，即使有那么一丝可能，他也要治好哈姆。终于半年后，哈姆正式战胜了犬瘟，医生给他打完疫苗，体内也产生了抗体，这意味着他终于是条正常的狗了。哈姆虽然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时间，但他是沐浴在医生、护士和主人的爱的阳光下成长的，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活泼可爱。从医院接回家的哈姆完全成为了克里斯家里的一份子，每天围在克里斯夫妇身边，笑得很灿烂。时间一长，克里斯夫妇开始担心哈姆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孤单，毕竟他俩白天要去上班，晚上才能回来。晚上一打开门，哈姆就会向他们欢快地冲过去。一想到哈姆白天一个人在家里的场景，克里斯就觉得十分难受。哈姆可能白天就是在默默地等着他们下班回来吧。于是克里斯就跟妻子商量，要不要再去一次宠物领养中心，帮哈姆找一个伙伴。妻子听完之后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提议，于是两人将再收养一只流浪狗的这个计划提上日程。当天他们就联系了宠物领养中心，约好了去看狗狗的时间。说来也很巧，这次克里斯夫妇在选狗狗时，意外地发现了另一只拉布拉多。工作人员说，这只拉布拉多比哈姆小5岁，是只母狗，最近刚来到他们这家收容所的。克里斯夫妇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，相视一笑，正好是给哈姆找了个妹妹，他们立刻就决定收养这只拉布拉多。他们给这只拉布拉多取了个很可爱的名字，叫做曲奇。没有预想中的真实，从一开始哈姆就跟曲奇相处得很好，时间长了，哈姆好像真的把曲奇当成了妹妹，像对待妹妹一样去照顾她。刚开始克里斯给他们一人准备了一个狗盆，每次他们都要把狗粮挪到一个盆里去吃。克里斯有次给了2个盆里倒完狗粮，偷偷地站在墙边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只见哈姆把旁边盆里的狗粮拖了过来，然后他去叫了曲奇，曲奇兴冲冲地跑了过来。哈姆并没有吃，一直等着曲奇吃完了他才吃。最后2个狗就这样头挨着头在一个盆里吃。克里斯看了心里十分感动，不知不觉2只狗狗的感情就这么好了。本来克里斯以为这种平淡的幸福日子就会这么过下去，但是哈姆又出事了。可能是旧病复发，或者哈姆的抵抗力本来就弱了，再加上8年已经过去了，哈姆已经老了。这回医生说不要再做手术了，哈姆已经经不起折腾了。医生还说哈姆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在他最后的日子里，克里斯一家还是多陪陪他吧，不要留有遗憾。得知消息的克里斯夫妇心情都很沉重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多多陪伴在哈姆身边。曲奇也像是感受到了哈姆的生命在逐渐流逝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欢快活泼了，只是沉默地坐在哈姆身边。1个月没到，哈姆就离开了。克里斯为了纪念哈姆，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墓碑。克里斯夫妇有些担心曲奇，2只狗狗的关系太好了，他们只是不希望曲奇太难过了。还好，曲奇很快就变得跟以前一样，像以前一样会找主人撒娇。但是克里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，每次给曲奇倒完狗粮，他吃完都会剩一半在盆里。克里斯以为是曲奇的饭量变小了，他下回再给他倒狗粮时就给他少倒了一些，但是曲奇还是剩了一半。克里斯突然明白了，他这是给哈姆留了一半的饭。以前哈姆还在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共同吃一盆饭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曲奇一直都在盆里留半碗饭，克里斯也不再管他，或许这就是他们兄妹之间的约定吧。狗狗是很看重感情的生物，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其他狗狗，在狗狗心中，主人是它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。当你决定要收养一只狗，成为它的主人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了它的全世界。只要你心中有爱，它就能绝对感受到。而狗狗对狗狗的感情也是很深厚的，不亚于人类之间的亲情。狗狗之前的亲情是2只动物依偎时的呼吸、眼神的对视、身体的碰撞、生命的羁绊。